这里是 JK。在上次我们领域的这个游览当中啊，有人说这个想要看树场的教程啊，那么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树场是怎么做的。不过今天做的这个树场，它和我在领域里面做的那个是不一样的。我在领域的那个基础之上，我把它做了一些小修改，让它的造价再更低一些。虽然说我觉得造价还是蛮高的，反正这个绝对不是最好的解答，用了非常大量的密率，这个其实并不是很好的，毕竟这比较贵。但是我觉得这个算是比较简单，比较好学的，所以呢，我觉得可以教一下。然后我跟领域的不一样的地方啊，就是这面墙，原本这边是跟这个一样的结构，我后来想说把这个阉割掉，那可以少很多的活塞，然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毕竟树苗回收率还够。那这边也是，这边原本也是跟这个一样的，然后把它也是进行了一些修改。好，那我们今天就来教大家这种树场要怎么做。那如果你觉得这样不对称不好看，那没关系，你只要把左边这边复制到右边就好了，一模一样的东西。好，那我们就在旁边造一台吧。那首先我们先做出底座，这边我采用的是上推的方案。那我在这边放一个粘性活塞，然后上面放一个泥土。那我们就要在这个泥土上面种树苗。那树苗怎么长大呢？那就是用投掷器和发射器，用发射器对它进行撒骨粉，用投掷器给发射器补充骨粉。那我们就在这边放上2个投掷器，然后最上面放上发射器。那最后我们要用骨粉把这边填满。那在这个发射器里面，我们要先拿一把剪刀放进去。为什么要放剪刀呢？因为如果你发射器里面的骨粉没了，那么这树就永远卡在这里。那么要怎么让这个发射器投骨粉呢？我们要在这边放上侦测器，给它高频，像这样脸贴脸的侦测器来对这个发射器和投掷器高频。然后我们要在这边做一个开关，开关就是用粘性活塞把这个侦测器推到旁边去就好了。那么我们在这边先放一个让我们站的地方，然后这里我们再放一个普通方块。如果它开机的话，那这个普通方块被充能，那旁边这个投掷器也会被充能。那这投掷器干嘛用的？那就是来帮我们补充树苗用的。这个投掷器我们等一下要接很多的漏斗，那我们就开始接漏斗吧。我们要把这边大概5×5的区块，5×5的区域放满漏斗。我刚刚讲5×5好像不太对，这边似乎比5×5还要再大一点点。那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漏斗的形状是长这个样子的。这边我们要空2格，这边这一格是给人走的，这边这2格是用来布线的。我们首先在这边放一个玻璃，然后在这里我们要放一个比较器，这比较器就是来检测这个树苗有没有长大。如果长大的话，那么比较器就会输出讯号。这边我们要放一个陶瓦，因为这个陶瓦它是不可以被这个史莱姆砖或者是蜂蜜块给拉走的。所以呢，我们这边要放陶瓦。那当然你不放陶瓦也可以，你可以放这个西瓜、南瓜或者是其他的不可被拉动的，就是什么黑曜石什么的，这些都是可以的。树叶不行而已。好，就是树叶不行。然后我们在这个方块下面要这样子拉出来。那如果这个比较器输出讯号，那么这边就这个红石粉就有讯号，我们再来传下来给这个粘性活塞。所以呢，如果树苗长大了，它就往上推一次，
那么接下来我们在后面这里再接另一条线出去。那这边电路我们等一下再做，那这个要打2 tick。这边做完之后，我们就可以来做上面这些处理的部分。首先，我们要让这个长大的树给推出去。那么，所以呢，我们要在这里放活塞，在第2格的地方放活塞。那这个活塞啊，它就会被推到这里来。最后，我们会在后面做一个24D规，让它推到这里来，然后旁边再给它激活一次，让这个活塞再推一次到这里来，然后后面再用粘性活塞和史莱姆砖把它给拉回去，就是这样子一个顺序哦。我们给它先做完底层，再给大家看。好，那么最后活塞就是像这样子摆，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这边的位置哦。那么好，那么这个是怎么运作的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用红石块来演示一下。首先，这边是一个24D规，这边也是。我们先让这边先推出，这样，等一下，不对，是这样子放。我们先让这边先推出，然后这边紧接着推出，这个最后。那你就可以看到啊，这边这个红石块就会给它充能，再让这个树木啊，再让这个原木啊从这一格，原本是这一格，然后这一格。那么收回的顺序呢，则是这样子的，这2个同时收，几乎是同时收回的，然后最后这个再收回。是这样子的一个顺序。那么我们就只需要先把这3个把它堆到把它堆到10层。那注意哦，这边这个蜂蜜块和史莱姆块是交错放的。那相连的2个，像这2个相连的，那这个顺序是要不一样的。你不能这边是史莱姆，这下面还是史莱姆，那这样子它推出来之后就直接粘住，就不会动了。好，那我们就把这个通通叠到第10层。这边最后再讲。好了，那么这边这3个都已经叠到第10层了。我们最后来讲一下这个。这边我们让这个史莱姆先往上到第5格，然后我们换成蜂蜜块，像这样子。然后旁边我们来把它全部放上玻璃，因为这个它只是用来处理树叶的，它并不需要拉原木，所以这样子做就好了。那我们在后面放上这个粘性活塞，那上面和下面都要。那这个位置嘛，我不是很确定到底是放哪里，因为这个要最后接线才会知道。反正先放一下。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把陶瓦给封上，防止这个树苗乱飞。那么就像这样子把它通通封上就好了。那你不用陶瓦也可以，你可以用其他的，像什么南瓜、西瓜、黑曜石或者是树叶，应该也可以。好，那么最后封完长这个样子，大家可以看一下要怎么摆放这个陶瓦。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牵这个线路，我们从后面这里开始，
首先，我们先把这个地方啊放一些普通方块在这里，每隔一格就放一次。这边也是一样。然后我们在这里放上陶瓦，这边也是。接下来我们来到后面，一样，我们放上普通方块。接着我们把这里打掉，每隔一格都打掉，像这个样子。接着我们就可以把红石粉给先放上去，这边放一个中继器，这里再放一个，这个打3 tick， 然后剩下的地方用红石粉补上，每一层都一样。这边也是，这边放一个1 tick， 这边放一个3 tick， 然后再用红石粉连上，每一层都是一样的。最后这一面，这里放一个1 tick， 这里放一个3 tick， 剩下的地方用红石粉连上。好了，那么做完就会像这个样子，有点像骨头。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把下面这边的线路先牵出来，这样子会比较有利于我们定位这个红石粉到底怎么牵哦。然后我们把下面这边线给牵出来，这边往上一格我们放6个方块，然后在这边这一格往上一格再放3个，这里我们打一个4 T， 再打一个1 tick， 然后剩下的地方用红石粉通通连起来。这里我们要放一个方块来把这个线给切断，然后这里再放一个粘性活塞来控制这个线到底要不要切断。这边我们再接一条线出来，给这个粘性活塞充能用的。这边我们要打一个满档，一个1档。这边记得放红石粉，然后我们就可以把线给牵到后面来。那这个方块记得放上去，把这个线给切断。然后在这里我们放一个中继器，给这个方块充能。方块的后方我们要放一个红石火把，然后上面再放一个粘性活塞，这里放一个红石粉，红石块，然后把线给接出来。然后呢，我们在这边这个是放一个红石火把，然后我们把这个线的位置调一下，让它这边可以直接充能，这样就不用放中继器。然后在这边我们稍微拐个弯，过来，在这里放红石火把，然后剩下的地方用红石粉连起来。然后这边记得用方块把这个线给切断，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充能这4个活塞。那我们先把这边稍微搭一下，这边放一个方块，然后这里放一个中继器，这里敲掉，再放一个中继器。当这个推出之后，我们要再推出上面这个，这样就是一个20D 规。然后我们要先熄灭上面这个，再熄灭下面这个，这样子的一个顺序。所以呢，这个给3 tick， 给3 tick， 那它就会有一个足够的时长，让它往前推，然后上面这个再收回来，然后下面这个就可以再收回来了。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给大家演示的那样。那这边我们就直接放上红石粉，然后在这边直接用玻璃来上传这个讯号。到了上面之后，你可以看到这边它是不等高的，这边比较难充能。那我们可以改一下它的活塞位置，我们把活塞往下降一格。像这样子，我们会比较好去让它充能。在这里放一个普通方块，然后放中继器打3档，那这里呢就是打1档，这样子就是正常，可以正常运作了。我们可以给它充能看看，可以看到这边2个都进行了2次递推，然后归位，好，你看都有正常的归位。那么这边我们要把这一条线给牵出来，也就是这条线牵出来，给后面这个充能。那这边上传的方式呢，一样是用玻璃来上传，当然你也可以用半砖，不过玻璃比较好放。最后我们在这里把它接上啊。这边我们要放一个4档的中继器，然后这边就把它全部连好，这样子就可以正常运作了。那剩下的就是这2边的充能方式，这边可以用这边直接充能。那么接下来是这边还有上面，首先我们先把它往上传递，一样是用玻璃来进行讯号的传输。另一边也是一样。然后我们直接把这个线给接起来就好了。在填充骨粉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边接一条漏斗链出来。好难放啊这个。然后我们在这上面放上骨粉，装有骨粉的箱子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先让它开机暖机一下，我们要等待上面这个发射器里面全部充满骨粉。那不用担心哦，在前面没有数秒的时候，这些骨粉是不会消耗的。好了，这边骨粉填的差不多了，我们来种棵树看看。我刚刚做错了，有个地方做错了。这边我们刚刚是这个方块是在这一格的，这个方块啊，原本是在这里的。那现在我们把它往旁边移一格。我们原本是长这个样子，因为原本是长这样。
那这样子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这个活塞缩回去，它又给这个充能，导致这边就不会动。这个我刚刚没有想到这一点，我是现场随便想直接做的，这样子就没有问题了。你把它往旁边移一格，然后注意这边要改成实体方块，让它可以充能，就这样，这样子就没有问题了，我们就可以开心的种树了。好，像这样。那我们稍微种一点树，让这个我们等一下做后面的这个什么，让我们等一下做后面的这个变形的部分会比较好做。好，那么这样差不多了，我们可以来把后面这个侧推给做一做。那我们在第3格的地方，在这里放一个活塞，然后后面就是像这样子一个往上的活塞楼梯，像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在这里放一个中继器，然后这边放一个拉杆在这里。你用红石火把也可以，我另一边是用红石火把，反正只要让这个中继器可以充能。当这边有方块这边就会往上推。那怎么让它往上推呢？我们这边要放红石粉。这边有方块的时候这3个就一起往上推。然后我们在这里要放4个活塞，这边我们先打掉。先放4个活塞在这里，然后在上面这边，我们上面还要再一个往下推，对不对？那我们在这里先放一个活塞，然后一样一个阶梯状往上，像这样子。然后我们这边先打掉，我们把这边线往后接。这边给这个活塞充能，这里我们要打一个3 tick， 然后这里我们打一个3 tick，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线给接起来。然后我们现在要让上面这边也充能还有就是中间我刚不是有讲一个有横推的地方吗？那我们就在这边把它接上来。在最后2格，我们这边改成这个活塞。就是用来侧推的。那当然，这2个活塞还有最上面这个，如果你不做上面这2层，我刚刚讲这边你只做8层也可以。你只做8层的话，你这2个活塞还有最上面这2个活塞就用不到。然后我们就把这边线给接过去。那这边我们要打一个3 T 一个4 T。好，然后我们拿一点黑曜石，这个黑曜石其实并不是一定需要的，但是我测试了一下，如果有这个黑曜石的话会更稳定一些。不然，因为我在用那个的时候有时候这个推一推游戏lag一下，那它就会自己推过头，对，它会自己推过头。但是加上黑曜石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就比较稳定。好，那这样线接完之后，我们要来做最顶层的2个活塞的侧推。就是像这样，这个是不用的。最顶层的这个推到这里来，先往侧边推一次，然后呢，我们要再让它往下推一次。往下推呢，就是像这样，这边放一个，不对，往后一格，这边放一个活塞，然
然后这边再放一个活塞，这样子让它往下推，往下推之后推到这里来，然后让这个2个活塞再往旁边推，这样子就做好了。然后我们把这个线给接上去就好，把这个线直接接，可以放在这个红丝反而可以放在这个活塞上，这是基岩板很好用的一个特性。然后我们这边拿玻璃避免切线了。好，然后这边打一个2 tick， 这样子，我把它连上，这样做好了。那剩下的我们就是凋零龙。那凋零龙呢，我们要先记得做之前要先确认方位。像这边你们知道这个菌饼不是这个南瓜饼啊，永远都是朝向西北方。就这个雕刻过的南瓜，这个饼永远都是朝向西北方，也就是说这边就是西边。我们上次讲过，要做凋零龙的时候放凋零要在西边。那如果你还没看过凋零龙怎么做，你可以先去看我上一节节目，我有详细的介绍过凋零龙怎么做，还有就是凋零龙的材料，就是基岩要怎么拿，我之前都有做过相关的教学。那今天我就不再多讲了，我们这边直接搭出来，你觉得可以的地方，你就可以放最下面这个基岩，在这边直接放，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边敲掉，往上3格，那我们就可以做出凋零龙了。那凋零龙我这边就不再多讲了，这边上次也讲过了。那我这边用的凋零龙是一个比较没有那么耗基岩的凋零龙，那其实这个效果都差不多。好，然后我们把旁边这边稍微挡一下，这样这个凋零蓝色头颅不要露出来。然后这边我们再挡一下，这边我们等一下是要放雪球机的。有时候这个树推它不知道为什么会自己推到这边挡住这个凋零，有时候雪球它投不出来。好，那凋零我们就直接召唤，很好，没有炸膛。那我这边应该是有开生物破坏的，所以小心旁边可能会炸到。好，运气很好，没有被炸到。这边我们可以稍微挡一下，防止这个凋零有时候爆炸可能会跑出来，爆炸波可能会跑出来，这边稍微挡一下。好，那我们就做好了，我们可以继续种树来看一下这边有没有问题。可以看到这个效率啊，并不是特别的高。我这边只有用一个发射器，而且还是直接用侦测器高频的，我没有另外去做另一种高频。这种高频是比较慢的，但是这个做起来会比较简单一些。那再加上这还放了一个剪刀，放剪刀势必会对这个效率有些影响。然后我们来看这边有点推过头了，我先让凋零把它炸一次。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让凋零它可以自动爆破。那爆破呢，就是用雪人，这个不用多讲，我上次也讲过了。雪人发射器的位置就在这里，我们往外输5格，第5格的地方，这边就是发射器的位置。在这里，然后中间我们就可以打掉了。在这上面我们要放一个活塞，我们放一个漏斗，然后这边就可以围起来。
好，像这样子，这个雪球机就差不多做完了。然后我们等一下这边放一个雪人。那首先我们先把线给牵好，这边我放一个普通方块，然后把它接出来，这边线连上就好了。这边直接连，然后我们就可以召唤雪人出来。这边我们就可以放一只雪人在这里，然后记得这个雪人召唤出来之后，我们要把它推进去，然后这边放一个玻璃片。那这样子，即使下雨，这个雪人也不会受到伤害。好，那么这样子就做好了，我们再继续种，我们来看一下它会不会出问题。那关于这个树场的效率，我没有测。因为我觉得这种简单的东西，我也觉得不需要测效率。那再加上我对于那种极致的效率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我觉得这个稳定好用就好了。反而那种极致效率，但是容错率很低的那一种，我觉得就不是我想要的。那关于如何提高树场的效率呢？其实有很多方法。第一个是改变这个高频的方式哦，你用更快的高频去对这个发射器充能，那它这个投骨粉的速率更快，自然催熟时间也就更快。那第二个就是增加发射器的数量，你可以放3个发射器，或者甚至你很闲的话，你可以用第4个发射器来让对这个树苗充能。来对这个树苗撒骨粉。那树苗有更多发射器，撒更多的骨粉，那么它自然而然会长得更快。不过我这边用的是单发射器的结构，那优点呢，就是骨粉填充起来比较方便。那缺点呢，就是会比较慢一点。好，你们可以看到这边都是正常的在运行。好，那么接下来下面这边这个水流收集的部分就自己做，这边不是很难。那接下来我来教大家如何用这个树场种橡木。这个橡木是需要手动限高的。那为什么要限高呢？就是要避免这个橡木它长成那种神木，中间有很多的分支，这种树场是没办法处理，会一直把它顶坏，它很痛。那所以呢，我们要用黑曜石把它限高一下。那么我们数到第8格，1、2、3、4、5、6、7，第8格的地方我们放黑曜石，下面就可以拆掉了。然后我们就可以种这个橡木了。那橡木的效率当然会比较低，因为上面还有方块挡着。那我们吹很久还是吹不起来。那橡木的效率自然是不会太高，但是如果你特别喜欢橡木的话，你可以用这个。那如果你追求大量的木头，你要合箱子什么的，你就是用云杉木或者是丛林木，这2个会比较合适一点。好，那这个树场就到这边结束了。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别忘了点个赞。那这个简介会在第5档里面，大家可以自己下载。然后这里是 ZK，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